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湖泊星罗棋布，它们或静谧于高原，或闪耀在平原，或隐匿于山林，每一处都有着独特魅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中国10大最美湖泊，领略它们无与伦比的美丽。第10名，博斯腾湖。博斯腾湖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是新疆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它的水域面积有1646平方千米左右。这湖可是开都河的终点，又是孔雀河的源头。博斯腾湖的生态特别丰富，湖里长着大片的芦苇，睡莲这些水生植物，就像一片水上的绿色世界。每年春天，好多候鸟从南方飞过来，在这儿休息找吃的。湖边的湿地是白鹭、灰鹤、天鹅这些珍稀鸟类的家。这些年，当地努力保护生态，博斯腾湖的水越来越清，在太阳下闪着光，和周围的沙漠绿洲搭配在一起，成了特别独特的塞外风景。第9名，洱海。洱海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它南北长40公里，是云南第2大湖，形状像人的耳朵，湖水波浪又大得像海，所以叫洱海。洱海的美是自然和人文结合的特别好，湖水绿得像翡翠，能清楚地倒映出苍山19峰的样子。云雾飘起来的时候，山水相连，就跟仙境似的。洱海边上有很多白族的村子，白族的建筑民俗让洱海更有味道。沿着湖边骑车，湖风轻轻吹在脸上，一路都是漂亮的湖光山色，就像走在一幅会动的画里。冬天的时候，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大老远飞过来，在湖面上玩耍找食物，给洱海添了好多活力。大理这几年大力保护洱海，做了不少治理工程，洱海的水越来越好，又焕发出新的生机。第8名，纳木错。纳木错在西藏中部，是西藏第2大湖，也是中国第3大咸水湖，湖面海拔有4718米，是世界上海拔很高的大湖之一。它被念青唐古拉山脉围着，就像一颗蓝色宝石落在藏北高原上。那木错的湖水特别蓝，特别深，像是从天上流下来的圣水。太阳照在上面，湖水颜色会变，从浅蓝到深蓝，一层一层的。湖岸弯弯曲曲，周围是大片的草原和连绵的雪山，风景又壮观又安静。在藏传佛教里，那木错特别神圣，每年都有好多信徒走很远的路来转湖朝拜。他们带着虔诚的心绕着湖走，希望能得到平安和福气。这里的星空特别亮，晚上站在湖边看星星，感觉都能摸到宇宙的秘密。现在西藏重视旅游发展，也很注意保护那木错的生态，让这片圣洁的湖一直干净安静。第7名，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在吉林东南部，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湖。它是火山口积水形成的湖，天池海拔2189.1米，水面面积9.82平方千米，平均水深204米，最深处能到373米，是中国最深的湖。天池就像长白山顶上的一颗明珠，它是火山喷发后慢慢形成的，独特的地质让它又壮观又神秘。天池的水特别清，在太阳下是深深的蓝色，像一面大镜子，把周围的雪山、蓝天、白云都倒映在里面。长白山天池位置高，天气变得快，经常云雾缭绕，天池藏在云里，很难看到全貌，只有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才能看清，这也让它更神秘了。天池周围有很多火山地貌，像火山锥、火山口、火山石，这些对研究地质很有帮助。这几年长白山景区开发旅游的时候，很注意保护生态，严格控制游客数量，不让天池的环境被破坏。第6名，喀纳斯湖。喀纳斯湖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北部，在阿尔泰山脉的深山里，
它是第4纪冰川作用形成的高山湖，湖面海拔1374米，湖水最深处有188.5米。喀纳斯湖因为湖怪传说和湖水颜色会变而出名，湖水会跟着季节天气变颜色，有时候蓝，有时候绿，有时候像牛奶一样白，就像大自然把颜料打翻了。湖周围山围着原始森林，特别茂密，长着西伯利亚落叶松、红松、云杉这些珍贵的树。一到秋天，树叶有金黄的、橙红的、墨绿的和蓝色的，湖水一起好看极了。喀纳斯湖边上住着图瓦人，他们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习俗。他们的村子和喀纳斯湖的风景连在一起，成了很特别的人文景观。当地为了保护喀纳斯湖的生态，做了很多措施，控制旅游开发，让这个神秘的湖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第5名，千岛湖。千岛湖在浙江杭州淳安县，是建新安江水电站拦水形成的人工湖。它有1078个大大小小样子不一样的岛屿，所以叫千岛湖。千岛湖湖水面积580平方千米，平均水深34米，水很清，能看到水下9、12米的地方，水质特别好，被叫做天下第一秀水。千岛湖的美是那些星星点点的岛屿和干净的湖水互相衬托，每个岛屿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风景和生态。有的岛上树很多，一年4季都是绿的；有的岛上石头奇形怪状，坐着船在湖里走，就像到了世外桃源。千岛湖还是个生态宝库，鱼特别多，是中国重要的淡水渔业基地。而且千岛湖周围森林覆盖率能达到95%以上，空气特别好，负氧离子很多，是休闲度假、亲近自然的好地方。这几年千岛湖一边发展旅游，一边很注意保护生态，通过污水共治这些工程，让湖水更干净了。第4名，泸沽湖。泸沽湖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和云南丽江宁蒗彝族自治县交界的地方，是中国第3大深水湖。湖面海拔2685米，面积49.5平方千米，平均水深40.3米，最深处93.5米。泸沽湖像一颗掉在人间的明珠，湖水清，风景美，还有独特的摩梭族文化。湖水清的能看到底，透明度有12米多，湖里的水生植物都看得清清楚楚。湖周围山围着，树长得很茂盛，湖岸弯弯曲曲，有很多漂亮的港湾。泸沽湖边上住着摩梭人，他们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被叫做神秘的女儿国。摩梭人的走婚习俗，特别的建筑风格，传统歌舞，让泸沽湖更有魅力。游客来这儿可以好好了解摩梭人的生活，感受他们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传统文化的坚持。这几年，泸沽湖这边在保护生态、传承文化的基础上，慢慢发展旅游，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看看这个神秘又美丽的地方。第3名，青海湖。青海湖在青海东北部的青海湖盆地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中国第2大湖。湖面海拔3196米，面积4583平方千米左右，湖水有739亿立方米。青海湖的美很大气，很壮观，它特别大，一眼望不到边，湖水蓝得像海洋。湖周围被山围着，北面是大通山，东面是日月山，南面是青海南山，西面是象皮山。每年夏天，青海湖边上的草原绿油油的，开满了花，和蓝色的湖水一起，特别好看。青海湖还是鸟的天堂，每年秋冬，好多候鸟从西伯利亚、蒙古这些地方飞过来过冬，有几十万只呢。像白鹤、白枕鹤、东方白鹳这些珍贵的鸟都能看到。青海湖边上的湿地给候鸟提供了吃的和住的地方。这几年，
青海很重视保护青海湖的生态，做了很多修复工程，青海湖的水位慢慢上升，环境变好了，这个美丽的湖又有了新的活力。第2名，西湖。西湖在浙江杭州西部，是中国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中国10大风景名胜之一。它3面都是山，面积大概 6.39 平方千米，东西宽约 2.8千米，南北长约 3.2千米，绕湖一圈差不多15千米。西湖的美特别有名，从古到今，好多文人都写诗赞美它。它不光自然风景好，历史文化也很深厚。西湖十景像苏堤春晓、断桥残雪、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美。春天，苏堤上桃花开了，柳树发芽，特别有生机。夏天，曲院风荷的荷花开得热闹，香气扑鼻。秋天，满垄桂雨的桂花香味到处都是。冬天，断桥残雪的雪景特别美。西湖周围还有很多历史遗迹，像灵隐寺、岳王庙，这些古迹和西湖的自然风景搭配得很好。这几年，杭州对西湖做了大规模的保护工程，清淤、截污、修复生态，让西湖的水更好，环境更美，这颗人间天堂的明珠更亮了。第1名，鄱阳湖。鄱阳湖在江西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是中国第1大淡水湖，也是中国第2大湖。它是个季节性变化很明显的湖，春天、秋天水少，面积大概500平方千米；夏天水多，面积能超过3960平方千米。鄱阳湖的美在于它特别大的水面和丰富的生态系统。水多的时候，湖面特别开阔，水和天连在一起，特别壮观。湖里鱼很多，有鲤鱼、鲫鱼、鲢鱼等，是中国重要的渔业地方。鄱阳湖还是全球重要的候鸟栖息地，每年秋冬，好多候鸟从西伯利亚、蒙古飞过来过冬，有几十万只。像白鹤、白枕鹤、东方白鹳这些珍贵的鸟都能在这儿看到。鄱阳湖边上的湿地给候鸟提供了吃的和住的地方。这几年，江西很重视保护鄱阳湖的生态，做了湿地保护、退田还湖这些工程，让鄱阳湖的环境变好了。这个候鸟的天堂一直都这么美丽。这10大最美湖泊是大自然给中国的宝贝，它们各有各的美，把祖国的大地装点得更美了。从高原上神圣的湖，到平原上闪亮的湖，从神秘的边疆湖到城市边诗意的湖，每一个湖都有自然的奇迹，也有人类的故事。它们不只是旅游的好地方，还是生态宝库和文化源泉。我们在欣赏它们美丽的同时，更要好好保护这些湖泊，让它们一直这么美，成为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好榜样。